欧盟成员国于当地时间4号投票通过了对中国电动汽车加征关税的草案，这意味着欧盟委员会可以对产自中国的电动汽车征收为期5年的高额反补贴税，最高税率达到45%。但外界注意到，中欧定于10月7号继续展开谈判，相关举措还有哪些回旋余地？中欧电动汽车产业合作又要如何展开呢？10月4号。欧盟成员国以5票反对、12票弃权、10票赞成的投票结果，通过欧盟委员会提交的对华电动汽车反补贴案仲裁草案。这一结果反映出欧盟内部在加税问题上的巨大分歧。欧洲多家老牌车企也相继发声表示反对。梅赛德斯奔驰的最新声明称，反补贴关税会长远削弱一个行业的竞争力，并认为欧盟委员会拟定的征收反补贴关税是一个错误，这可能会导致深远的负面结果。汽车工业作为德国经济支柱，如果关税措施是为了防止所谓廉价电动汽车涌入欧洲，德国理应对法案投下赞成票。然而，德国方面一直坚定地站在反对关税的立场上。德国舆论认为，这是因为从长远看，关税只会带来反噬效应。Every single stakeholder has said this, I should say. That is, auto managers, labor, and the government themselves all have said we don't want this, and it's because of a trade war. They say this is what we fear. This is going to be a downward spiral that ends up biting us back, backfiring more than it does helping us. Remember that the German automotive industry has a major presence in China still. They hope to make more money in China, and this could really hurt them. 德国莱茵报强调，就经济政策而言，舒尔茨政府投下反对票的决定是正确的。相互加征关税绝对不利于国际贸易。如果欧委会在本月底之前未能与中国通过谈判找到解决方案，中欧经贸关系就有进一步恶化的风险。值得一提的是，欧盟内部虽然投票通过了草案，但关税措施要到本月30号才会最终实施。根据中方发布的消息，中欧将在10月7号继续谈判。分析认为，谈判的症结在于中欧双方能否在价格承诺上达成某种共识。价格承诺是一种特殊的征税方式，避免了反倾销税对出口的影响，是一种相互退让的贸易救济措施。实际上，中欧曾在相关谈判上有过丰富实践。进入21世纪以来，双方在彩电案、铸铁井盖案、煤炭专案、柠檬酸案和光伏双反案上都曾达成过价格承诺。中欧如果可以就电动汽车达成价格承诺，及此次被加征关税的比亚迪、上汽等车企主动提高进入至欧洲的乘用车价格，欧盟方面有望放弃以加征关税的形式执行反补贴措施。以上汽在欧洲非常受欢迎的名爵 MG4 车型为例，目前它在德国的售价为3.5万欧元左右，约合人民币27.24万元，低于其竞品大众 ID.3 的3.7万欧元定价。但如果关税从10%涨到45%，名爵 MG4 将完全失去竞争力。但需要指出的是，这款车型在国内的定价为10.98至17.98万元，远低于欧洲市场。因此，外界认为，如果达成某种折中的价格承诺，名爵 MG4 可以在压缩部分利润的同时，换来更大的市场份额。欧洲中央银行前行长特里谢表示，相对美国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的100%超高关税，欧洲加征关税的目的截然不同。欧洲仍然开放市场，欢迎中国商品。There are nuances between the various European countries,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fact that they don't have exactly the same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But it seems to me that we all agree on the fact that we should not have any dramatic break in our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It would be a big, big mistake. 我认为后续的这个空间是很有限的，因为这个本质上呢，它是欧盟基于大国竞争的这样一种思维来处理目前的这个对华关系的这样一种手段。他们同意呢，采用这种方式来保护欧洲的这样一个内部的电动车的市场，以及呢，加强呢与中国在这个电动车方面的竞争。其中包括意大利在内的欧洲国家，虽然对加征关税投了赞成票，但该国宣称仍然欢迎中国电动汽车赴意大利设厂投资。意大利汽车工业底子不错，但在电动化浪潮中严重落后，因此意大利企图通过提高关税等行政手段，延缓中国新能源厂商进入该国的时间。知名公号玉渊谈天5号指出，加征关税和吸引投资不可兼得，开放公平的市场环境才是吸引投资的最有利因素。欧盟不能一边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一边还指望中国企业去欧洲投资合作。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副教授李明江分析，既保护自家电动车企，也迫使中国企业到欧洲投资，这显然是部分欧洲国家打的算盘。但中国企业完全可以选择投资那些投反对票的国家。回击的方式呢，我认为主要有2类，一类呢是对挑起的这样一种反倾销的调查的主要国家的对华出口产品进行针对。那么第2类呢是针对对华出口的产品对他们的对外出口具有重要意义的国家，给欧盟呢增加了它的那个内部的压力，那么降低了呢这个欧盟进一步发动类似行为的这样一种意愿。深圳卫视注意到，除了德国、匈牙利、斯洛伐克、马耳他、斯洛文尼亚4国也投票反对欧盟加征反补贴税。其中，“一带一路”重要节点国家匈牙利，由于与中国关系稳定，目前已经吸引了一些中国新能源产业投资。比亚迪、宁德时代、蔚来等企业都已布局匈牙利。匈牙利这个仅拥有960万人口的内陆小国，如今已是欧洲锂电池一哥。此外，斯洛伐克也吸引了一些中国投资。值得一提的是，随着全球各国都在推动新能源转型，中国电动车企持续受到广泛欢迎是大势所趋。新加坡联合早报指，今年前8个月，中国电动车品牌比亚迪在新加坡注册的车辆达3609辆，位居榜首，超过了排名第2的德国车企宝马。这是新加坡历史上首次有仅售纯电动车的品牌登顶销量排行榜。I just don't see Singapore following lah. We're very careful to stay neutral as possible. And in the end, if the companies are strong and they continue to produce good products, which increasingly is what we see from China, right? Singaporeans will buy it. 德国汽车俱乐部 ADAC 的一项调查也显示，59%的受访者原则上会考虑购买中国汽车，其中83%的受访者认为中国电车具有较高的价格优势。调查发现，中国汽车对较年轻的人群更具吸引力，特别是在18至39岁的这组人群中，考虑购买中国车的比例超过72%。连日来，许多国家政党领导人和国际组织负责人纷纷致电或致函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热烈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外交部发言人5号透露，美国总统拜登日前致电中方，致以最美好的祝愿。外交部发言人5号发表答记者问表示，近日，美国总统拜登致电国家主席习近平，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拜登总统在贺电中表示，值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庆祝成立75周年之际，我谨代表美国人民向您和中国人民表达祝贺，致以最美好的祝愿。10月2号，美国国务院官网发布了该国国务卿布林肯发表的中国国庆声明。布林肯写道，美国在与国际社会共同努力应对当今世界所面临的严峻障碍时，我们致力于负责任地管理我们与中国的双边关系，并将保持开放的沟通渠道。声明的最后，布林肯祝愿中国人民和睦、繁荣、幸福。近期，在政策组合拳的提振下，中国股市大涨，成交量急剧放大。国庆假期期间，香港股市也有大量外资入场，在东京证券交易所交易的中概股也大量被买入。观察指出，资本的逐利性近期表现得十分明显。美国华尔街投资者正在大手笔追捧中国股票，华盛顿无法忽视这种状况。由于美联储正在处于降息周期，因此与中国充分进行政策对表，有助全球金融市场健康稳定。此外，据新华社引述知情人士的话称，中美两国商务部长近期将举行通话，就中美经贸关系及双方重点关注的经贸问题，包括各方普遍关注的电动汽车限制等深入交换意见。在此轮沟通前，中美经济工作组已于9月19号至20号在北京举行为期2天的第5次会议。公开消息显示，关税议题是双方沟通的重点。美国政府在9月底上调中国产品的进口关税，其中包括将电动汽车关税提高到100%。实际上，对华加征关税损人不利己。华盛顿智库税务基金会6月发布的测算显示，关税将使美国长期生产总值减少0.2%。如果特朗普再度入主白宫，并如他所主张的进一步调高关税，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将再减少至少0.8%。观察指出，对中国电动车加征高额关税，实际上是关闭美国市场。目前，美国市场上的电动车售价高于中国和欧盟。美国贸易代表戴奇表示，关税是重振美国工业的工具。
英国金融时报则认为这是脱钩行为，原因是美国没有做好国内的经济基础工作。美国的燃油车企业和石油巨头的游说能力强大，这导致美国电动车市场规模比外界预期的小，仅占汽车总销售额的10%，而这一比例在中国为38%，欧盟也有21%。这意味着美国电动车市场的准入诱惑比它应有的要弱。换句话说，外国电动车企业目前并不看好美国市场。海关数据显示，在美方加税之前的2023年，中国对美出口新能源汽车总量约为1.25万辆，仅占汽车出口总量的0.3%。